各位好，刚刚跟各位说明完这个跨国继承的问题，再来我们来看跨国遗嘱、涉外遗嘱的部分。这个涉外遗嘱的这个部分呢，最主要就是针对遗嘱的成立与效力，还有遗嘱的执行这两大部分来说明。什么叫遗嘱呢？遗嘱系指遗嘱人依法定方式为其死后发生效力之无相对人的法律行为，它是一种单独行为。遗嘱与继承关系密切，我国法的继承并未区分遗嘱继承或无遗嘱继承。凡因死亡而继受死亡者之权利义务者，包括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皆为继承准据法的适用范围。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这个旧法的第24条第1项规定，遗嘱的成立要件及效力，依成立时遗嘱人的本国法，依照这个立法理由，适用之范围仅基于遗嘱本身是否有效之问题。至于被继承人得否以遗嘱指定继承人或指定应继分等问题，这个是遗嘱实质内容的问题，不是遗嘱准据法的适用范围。这应该是要适用继承的准据法来决定。这个解释对于新法亦有适用。新法第60条规定，遗嘱之成立及效力，依成立时遗嘱人之本国法。遗嘱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尊重遗嘱人临终前最后遗留的意思表示。遗嘱内容多以身份法上面的法律关系为处分的对象，所以遗嘱的成立与效力之准据法多采遗嘱人之属人法。这一点在新旧法并没有不同。我国的规定系以遗嘱成立时遗嘱人本国法为连结因素，采不变更主义，目的在于避免死后遗嘱人变更国籍而影响遗嘱的效力。但是在以遗嘱处分财产，使得继承与遗嘱难以明确区分的情况之下，继承必须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遗嘱则是成立时的本国法，两者若有冲突的情形，在立法论上应该要如何解决，这个就不无检讨的余地。再来，我们要针对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上面成立与效力的问题，来跟各位做说明。本条的适用范围呢，仅基于遗嘱本身的意思表示与遗嘱效力的发生时期而已。具体的内容说明如下：遗嘱能力，这个遗嘱能力呢，是我国民法有别于一般法律行为能力的这个特别规定，在民法第1186条。在国际司法上面亦不适用于一般行为能力准据法的规定，而应该与遗嘱实质要件同样适用于遗嘱成立时遗嘱人的本国法。第二个，关于它的成立要件，遗嘱的成立系指遗嘱的实质要件，也就是遗嘱本身的意思表示是否有争议保留、错误
被诈欺胁迫等问题，均适用遗嘱成立时遗嘱人的本国法。此外，遗嘱的内容的解释和遗嘱中应该表示而未表示的意思补充，这个皆为实质问题而有本条的使用，所以应该要适用遗嘱成立时遗嘱人的本国法。为学说中有认为制度上最好要引进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不过这是学说上面的见解，我们这一次修法呢，并没有引进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再来呢，是遗嘱它的方式。我们从比较法的观点来看，国际社会对于遗嘱方式的准据法的规定，多受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在1961年所设立的遗嘱方式的法律冲突公约所确立的这个遗嘱优遇原则的这个影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了要让遗嘱的方式容易化，减少单一准据法的连结因素的限制，允许数种准据法的选择适用。遗嘱人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个准据法的规定，遗嘱就有效成立或者被撤回。旧法针对遗嘱的方式与撤回，它只有规定依照遗嘱人本国法的这个单一连结因素。所以新法增订了第61条，除了立遗嘱人的本国法以外，又增订了订立地法，还有死亡时住所地法与不动产的所在地法。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遗嘱的方式就跟其他的法律行为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有选择性的适用，要尽量的让它成立有效成立为原则，所以采复数的这一种连结因素的立法方式，只要符合其中一项，这个遗嘱的方式就有效成立。这个是世界潮流，国际社会的潮流。我想我们这一次的立法也符合，就这个部分相当的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潮流啊。第四个，关于遗嘱的效力，关于遗嘱人可以处分的这个权限，例如是否受有特留份的限制，或不得为特定的处分，或是否得以遗嘱指定继承人，指定继承人的意思表示是否具备法定要件，有无瑕疵等等，又受有限制时，其内容为何等问题，这个都是属于继承的问题，而不适用遗嘱的准据法。这个是我国通说所采啊，这个在我国的学说的解释上，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又遗嘱的实质内容，它往往会涉及实体法律关系的处分，例如遗赠，还有法定继承关系的变更、认领非婚生子女、指定监护人或成立信托等等，这个呢，都应该要依照各该法律关系的准据法，而不是依照遗嘱的准据法。所以就上面的这些说明看下来，遗嘱效力的准据法的问题，它仅基于形式上的问题，也就是何时生效
一部生效或全部生效而已。那学说通说认为，就遗嘱本身的意思表示与遗嘱实质内容的意思表示，实际上难以完全的分离。所以呢，均适用实质问题，也就是各该法律关系的准据法。跟各位说明完遗嘱的成立与效力的这个问题呢，再来我们来跟各位说明遗嘱的执行。遗嘱的执行呢，攸关遗嘱内容的实现。在跟我国相近的法律体系的国家，例如日本，早期有学说认为，应该要依照个别的遗嘱内容的准据法。这在早期呢，这个是日本多数的见解。举例来讲，是否执行遗嘱，遗嘱执行人的选任，需不需要选任，遗嘱执行人的职务、权限与解任等等，都要依照构成遗嘱内容的法律行为的准据法来决定。但是这样子呢，就会让遗嘱的内容变得非常的复杂，个别的内容准据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实际上呢，跟现实是脱离现实的。所以，依照各该法律行为的准据法来个别判断遗嘱执行的问题，在实务上面呢，至爱难行。所以晚近学说的多数见解纷纷转变，变成在被要求包括性的、一般性的执行遗嘱的时候，准据法应该要依照最具有密切关联性的法律行为的准据法来加以决定。这个在日本的裁判实务上，遗嘱执行的内容涉及继承的时候，法院多适用继承的准据法。就这个遗嘱的执行的部分，这个是我国的学说以及这个法律规定所没有规定的这个地方。这个我们特别用比较法跟我国法律体系相近、内容相近的日本法来做一个补充的这个说明。到这个部分，遗嘱的这个成立与效力，还有遗嘱的执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这个可以到这个单元的这个留言板来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或者是问题。谢谢各位。